何以病房的费用要我负担呢？因为虹桥疗养院就是邺城中的私家花园，地方大得很，租费奇昂。丁惠康在租界之前约我同去巡视。我说，地方是适合极了，但要是没有病人的话，不到3个月就会关门。只有一个办法，邀约10个医生，每人负担3个房间的租金底价。要是这个医生介绍来的病人多，那么可向别的医生借用空房间，但是每个医生每月要负担3间房间的租金底价。如此一来，你就不怕支持不住了。丁惠康说，这个方法好极了，你也担负3个房间吧。我说，好，因为有许多伤寒病人需要住院，完全由我开方，我还特设了一个煎药部。当时上海的经济情形虽混乱，但是有钱的人仍然极多，所以虹桥疗养院竟然经常客满。我的伤寒病患者一住总是10天以上，我的房间也不怕空闲起来。英子被送进疗养院之后，我就和账房谈妥，这个病人算我的，所有费用由我负担。于是英子得到的捐款全部买盘尼西林，由护士帮他注射，有位西医为他诊视，也不收费用。可惜英子的病进展太快，结果还是死在虹桥疗养院，大家热心一场，都白费了。禽兽欧是一个很脆弱的人，竟为之哭了3天。秋海棠越来越卖座，究竟演了多久，我也记不清楚了，只记得许多演员都纷纷病倒，虽采用 AB 制也无济于事，后来不得不停演，改演其他戏。卡尔登办公室的一部分辟出一间教艺楼，由经理周奕华作为联络报界之用，院主吴军也借此招待朋友。因此上海一般文人雅士天天聚集在一楼中，有许多熟朋友买不到票，先到一楼一转，就混到后台看白戏，看久了，对每个演员的台词和演出都能熟练模仿了。就上海最大的戏院天蟾舞台秋海棠停演之后，还有人念念不忘想看这本戏，于是有人想出来举行一次票有客串性的演出，赚到的钱全部捐给慈善机构，居然也来了一次客满，收到大笔钱款。客串的人都是一楼常客，包幼蝶演秋海棠，著名昆旦张淑贤客串罗香起，汪其俊演的副官季兆雄最惹人憎恨，连送煤球的人都由周一新客串，史志富则演一根班，瞿尧康演元宝幡。台上加台，秋海棠唱罗成教官一段，台上也摆了许多看客的椅子，坐在第一排看戏的人就是林康后。所以每人出场，所有亲友掌声雷动，热闹得了不得。于是所有慈善机构要求一演再演。最盛大的一次是假作天蟾舞台演出的那次，观众数千，连3层楼都告满座。当时不但上海慈善团体很多，连南京的警察子弟学校也来信要求一演一场。禽兽欧因为这本戏演出成功，得意非常，不过其中也有过一次波折。日本报道部高层中人有一个笼统的观念，认为凡是卖座的话剧都有反日意义，于是特地派人到卡尔登去观看演出。但是这出戏从头到尾没有一点反日的内容，可是报道部中人硬说剧中的军阀元宝幡的姿态完全是刻画皇军，尤其是鞭打秋海棠一段是影射日本军人，要求停演。后来费了好多口舌，总算没有发生问题。自从秋海棠的话剧风行之后，剧艺界中人也纷纷想排演秋海棠，
连弹词界也想把它改编为弹词。弹词那时在上海也非常受听众欢迎，特别是新本子，因为老书说来说去不过珍珠塔、三笑、落金扇、白蛇传、玉蜻蜓、双珠凤之类，听众都听腻了。而最早为弹词演唱家编新书的就是陆淡安。陆最先为朱耀祥、赵稼秋改编《啼笑姻缘》，大受欢迎。与朱、赵齐名的沈简安、薛晓青不甘示弱，也请戚范牛编《啼笑姻缘》，一时形成了弹词《啼笑姻缘》的双包案。双方灌制唱片，沈、薛灌的比较多，朱、赵只灌了一张，但在书场上表演起来，朱、赵就生动得多，而且带点夸张，沈、薛远非其敌。接着朱、赵又请陆淡安续编《满江红》《落霞孤鹜》等，都是张恨水的小说。这时最红的女弹词演唱家是范雪君，那时她在谢宝生办的仙乐书场及仙乐舞厅日间改书场，她也想说秋海棠。范雪君因为看病与我很熟，问起我啼笑姻缘弹词本的编写人陆淡安你熟不熟？我说陆先生是我学生时代的国文老师。于是他就托我转请陆先生为他编写秋海棠弹词，并由我约请陆老师吃饭，和他见面，当面商量此事。陆淡安一口答应说，你要全部弹词，须等许多时，不如我写一段，你说一段，稿费不收。不过有一个条件，你白天在新乐唱，晚上要到我兄弟办的一个大华书场来弹唱一场。两人如此谈判，就算成局。仙乐书场的老板谢宝生元是个油弦儿，蛮横得很。他见到范雪君一登台，竟然十分轰动，便不许他再在别个场子说夜场，因此形成一场纠纷。陆淡安本想不再写下去，后来想想又怕得罪了谢宝生，会生出许多麻烦，也就由他在仙乐唱到底。禽兽欧对秋海棠的成功很是满意，对各剧种的演出也很称心，只是没有拍成电影，认为还是遗憾，于是由黄继平介绍和张善坤接洽。张善坤明知这戏有号召力，但是口头上说这部戏已经演到烂了，所以不愿再拍。禽兽欧听他这样说，心中暗暗着急，谈到最后，张善坤勉强答应了，但是剧本费出的不多，总算签了合约。岂知张善坤在签约后，竟大规模筹划一切，由吕玉坤演《秋海棠》拍成电影之后，卖座又打破了纪录。